大家好，我是苹果妹。现在在我手上的就是今年2021年推出最新的 iPhone 13 Pro Max。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开箱，还有看看它表现如何吧。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年最新的 iPhone 了。那我自己觉得好像差不多哎，给大家看一下，你们觉得有差吗？金色跟金色比较明显的应该是它的镜头吧，就是真的13大蛮多的眼睛的部分。那我第一眼看到它呢，我以为它跟去年的颜色差不多，但是我后来观察了一下，发现它真的是比较金、比较黄哦。然后今年的 Pro Max 不是有推出一个天枫蓝吗？后来我看大家的评论呢，是觉得那个颜色有点偏灰色，反而不是那种大家想象的宝宝蓝。所以如果想要买蓝色的各位呢，建议你们可以去店里面看一下那个颜色，你到底喜不喜欢，再决定要不要买。那我为什么今年又再次买了这个13 Pro Max 呢？有2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这一次它的相机升级。因为我是一个平常还蛮会拍照或者录影的人，然后我想说这样子的话应该效果会更好。然后再第二个呢，就是我平常会用我的 Pro Max 来修图啊，或是看影片，所以大萤幕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然后我今年跟去年一样，都是买128GB，因为我平常其实会整理我的相簿什么，就是会把它传到我的硬碟里面，所以其实不需要太大的容量。那今年呢，在 Pro 系列有新增一个1TB 容量的规格，那是因为今年呢新增了一个可以录制 ProRes 影片的功能嘛，所以就需要更多容量来储存这个影片。不过要注意一下呢，今年如果你想要录制 ProRes 4K 的话，你一定要买到256GB 以上。那再来呢，我回到13 Pro Max 它的外形跟重量的部分，这次呢直接跟12 Pro Max 放在一起比，就知道它的镜头真的大蛮多的。然后在重量的部分呢，也明显重了一点，那是因为它的电池有加大，所以它的厚度呢也厚了一点点哦。那这次呢13 Pro Max 跟 Pro 的相机模组是一模一样的哦，不像去年12 Pro 跟 Pro Max 不一样，所以如果你今年不想拿大手机的话，其实拿 Pro 也没关系。而且现在大家评论出来好像是觉得说 Pro 它的续航力也不错哦。我现在一开机马上就感受到那个 promotion 的感觉了，就是非常的滑顺的感觉。那我现在呢新的手机已经设定完毕了。那我刚才在使用的时候呢，有一种错觉，就是我觉得新的 iPhone 13 Pro Max 它的荧幕比较狭长可能是因为它的刘海这次缩小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差异是蛮明显的。我把它叠在一起给大家看一下，大家有看到前面的13 Pro Max 它的刘海真的小蛮多的吗？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小刘海又更顺眼了，因为荧幕又更大了嘛。我真的要求不多啊。然后再来这次呢13 Pro Max 它的最高亮度又提高一点点哦，从去年的12 Pro Max 800尼特提高到1000尼特，所以在强光下、阳光下呢，你荧幕看得会更清楚。那再来下一个呢13 Pro Max 这次主打的功能之一就是 Promotion， 也就是自动帮你调节荧幕刷新率的功能。当你的手指触碰到荧幕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帮你把它调到120 Hz， 然后你静止的时候呢，它就会维持在10 Hz。它也会依照你正在做的事情，例如打电动啊，或是看影片，帮你自动调节它的荧幕刷新率。那这个功能呢，其实也不是非常新，之前就已经应用在 iPad Pro 上面了。那这次呢，这个技术直接应用在 iPhone 上面，相信在日常使用的时候应该会更有感吧。官网宣称说呢，这次13 Pro Max 它的续航力有进步嘛，但是每一次他们都这样讲，那实际上表现如何呢？还是要测试过后才会知道。但是我们现在讲一下这次有哪一些变数会导致它的续航力变好或者是变差。第一个最直接的就是它电池加大嘛，但是电池加大不算什么，因为如果你有更多功能的话，那相对耗电量就会更大嘛，所以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呢，就是它这次使用了 A15 的晶片，那它是更省效的。再来第三个有可能会影响续航力的就是 Promotion。一般来说呢，大家会觉得 Promotion 可能会更耗电，但是有的时候像是静止的时候呢，它可能反而会比12 Pro Max 还要更省电，所以这一点呢就不太确定说到底是会导致它更好更坏，可能还是要看你如何使用你的手机吧。如果你一天到晚在玩那种高刷屏的游戏的话，那当然是更耗电咯。所以这次的变化因素其实还算是蛮多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看实际测试上它的续航力表现到底如何吧。续航力测试的部分呢，我们分为2个项目，分别是播放 YouTube 影片跟玩线上对战游戏。那在播放 YouTube 影片的部分呢，我荧幕亮度调到100%，声音都调到50%。那2只手机呢都连 WiFi。那最后呢13 Pro Max 1个小时使用了6%的电力，那12 Pro Max 则是使用了8%的电力。也就是说呢13 Pro Max 可以连续观看16.7个小时的 YouTube 影片，那12 Pro Max 则是12.5个小时。那这边呢要特别提到我的12 Pro Max 它的电池
健康度现在只有92%，所以续航力可能并不如新买的12 Pro Max。再下一个项目呢，就是我玩线上对战游戏，一样的萤幕亮度调到100%，然后音量是50%。那在13 Pro Max 的部分呢，1个小时使用了24%的电力。那它的温度呢，算是微温，并没有像12 Pro Max 那么烫。但在12 Pro Max 的部分呢，它则是使用了36%的电力，它有发烫，而且萤幕亮度还强迫变暗。换句话说呢，13 Pro Max 可以连续打线上游戏4个多小时，12 Pro Max 则是3个小时不到。所以结论呢，就是13 Pro Max 这次的续航力真的表现不差哦。那在我们进到下一个部分之前呢，让我们先感谢今天的赞助厂商 UAG。有这样子优良的厂商呢，我们才能制作更多更好的影片给大家看哦。UAG 虽然过去给人较阳刚的印象，但今年呢，在基本款或是针对女性推出的 U 系列都有较多简约的款式供大家选择哦。那 U 系列呢，今年推出了4款设计，从10色细胶款式到双彩透明系列，还有雾透跟亮透系列，颜色都超级缤纷可爱的。那4款呢，全部都是美国军规防摔等级，提供最佳保护力，同时也都支援无线充电。首先呢，超可爱的糖果10色细胶款式最棒的就是使用了亲肤细胶的材质，手感极佳，能够防脏污又抗菌。边角设计能有效吸收冲击，避免手滑撞到手机4角。另外呢，一半10色一半透明的双彩透明系列也是我的最爱之一哦。超美糖果色配上高保护力坚硬的外壳，兼具外观与实用性。那在边角的部分呢，增加了橡胶吸震缓冲的设计。那这款手机呢，也配合许多人会挂绳子或是吊饰的习惯，所以设计了双吊绳孔，非常的实用。如果你喜欢雾透感的壳的话呢，这次 U 系列的雾透款也超美的哦。波浪纹配上超美颜色，而且材质轻量化无负担，同样也有双吊绳孔的设计，可以挂吊饰或是绳子。那 U 系列呢，也推出了亮透的款式，一体成型，超薄的轻量化设计加上滑顺手感，同时不牺牲防护力，一样也通过军规防摔，并且支援无线充电。在 UAG 新款的部分呢，这次针对了基本款提供了更多选择哦，像是全新轻薄细胶系列啊，共有3种不同颜色，黑色、蓝色、绿色，通过军规防摔认证，采用了亲肤抗菌的材质，改善沾灰尘的问题，并提供极佳手感，同样也支援无线充电。那另外呢，应该有非常多人在找全透明的壳吧。UAG 全透明系列这次推出极透明款式，使用能够抵挡 UV 紫外线并抗泛黄的材质，边角设计有效吸收冲击，一样军规防摔并支援无线充电。另外还有 MagSafe 的款式可以选择。在简约系列部分呢，这次新增了透明款，手感非常好，雾面外层呢防指纹也防刮伤，轻量化的材质跟蜂巢式设计提供绝佳保护，支援军规防摔及无线充电。最后呢，如果你是经典 UAG 手机壳的爱好者的话呢，这次顶级跟10色系列也不会让你失望哦。所以这次 UAG 在 U 系列或是简约啊、透明的款式都推出了多款新设计。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卖场连结我会摆在说明栏跟留言区。再来呢，我们进到13 Pro Max 这次的重头戏，也就是它的相机模组，其中呢有2颗镜头，也就是超广角还有广角，它们的光圈还有感光晶片都加大了。至于在长焦镜头的部分呢，这次从3.5倍升级到了3倍放大变焦，只是比较可惜的是，它的光圈这次缩小了，变成2.8。那我们现在呢，直接来看一下每颗镜头的表现吧。首先我们来看广角镜头的部分，这一次虽然说有升级，但是其实我自己是感觉不太出来的，就是这样整体拍下来，我觉得2台表现都非常的好。然后在拍静物的时候呢，这个景深的效果也非常的好。然后这次呢，有非常多人关心说鬼影还在不在？答案就是大家自己看吧，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善。就是这影片里面呢，车子非常多嘛，大家都看到那个鬼影慢慢的飘上来，飘上来。所以广角部分就是差异不大啦。再来我们进到超广角的部分，超广角就差蛮多的咯，因为这次算是光圈加大蛮多的，所以它可以捕捉的细节就有更多了。在白天光源充足的时候呢，2台超广角表现都还算不错，但是到了晚上呢，差距就变得非常明显哦。像是这张101的夜景照，可以看到右边的这个树叶呢，13 Pro Max 明显细节多了非常多，是比较立体有层次的树叶。然后再看天空的部分呢，这个
噪点右边就明显多非常多，所以超广角算是有进步的，有进步。但是在录影的部分呢，我就没有明确感受到有很大的差异了。再来看一组暗光极限测试。这张照片我们把它放大之后呢，其实两边差不多就是我觉得都还蛮糊的。我一直想要帮13的超广角讲好话，但是实际上就是两台差不多，就是在低光源的部分表现差不多。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光源充足的超广角，其实表现是差不多，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的树很有趣。左边的那个13 Pro Max 它是有抓到树根什么，但是右边的12它的树根完全跟树叶糊在一起，所以在光源好的时候，其实还蛮明显可以看得出来两台的差异了。但是在暗光处呢，就两台都表现普普。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超广角主打的一个微距拍摄功能。如果你在2公分以内拍摄的话呢，你就可以拍到一些很酷的东西，像是虫子啊，或是你的毛细孔啊等等。然后你也可以用来录影，但是录影的话手抖就会很明显。再来我们讲一下这次全新的摄影风格模式，它里面包含了5种预设的模式，然后你可以帮每一种去调它的色温跟色调。那这个跟事后的滤镜有点不太一样，这个有点像是相机的那个 profile， 在你拍摄人像的时候，肤色会比较自然，然后效果也会比较细腻。像这一次在拍完之后，我马上去看那个档案啊，手机上面看，其实我是看不太出来差别的，只有事后我放在电脑上面一字排开，才会比较看得出来这5种模式是差在哪里。那就像他们讲的，这个肤色呢，真的保持得非常的好，就是不会太过夸张，然后有一致性。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在后置照片的时候，你的肤色非常容易跑掉，所以如果你用这个摄影风格模式去拍人像的话，就可以确保你的肤色在正常的范围内。再来是这一次长焦镜，这一次从2.5倍放大升级到了3倍放大，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差异是多少。那除了普通的拍照还有录影之外呢，这是13主打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电影及录影模式。那这是一个怎样的功能呢？就是当你开启这个模式的时候，当你录影的时候，它会自动帮你制造景深的效果，并且会自动帮你切换对焦的对象，就会营造出很像在拍电影那种运镜的感觉。那这次你可能会听到很多评论说这个功能是一个黑科技，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使用 iPhone 13 A15 晶片的超高运算能力，在你录影的同时呢，它就会以超高的速度去计算每一个物品跟人物之间的相对距离，还有所有的细节。在它搜集完全部的资讯之后呢，它就会以人工智慧的方式判断它现在应该要对焦在什么地方，而且这个对焦呢会随时跟着人物或者是背景，还有你的动作互动做变化。那我刚才讲的那种繁琐呢，其实在手机上面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大家可以看到在画面上面呢，它会对非主体的地方进行虚化，然后可以达到像是专业相机那种调整对焦的超美的效果。那这个功能跟一般相机制造那种景深效果差在哪里呢？就是一般的专业相机，你必须要透过调整硬体的方式来达到景深的效果。你如果要切换对焦距离的话，你就要手动去调整嘛。但是在 iPhone 上面，它完全是由软体来完成的。因为是后来加工的关系，所以这个功能呢可以后置，是不是超强？就是你拍完之后呢，你还可以去事后编辑说你的对焦要对在哪里哦。那在这个模式下呢，它第一个会抓的当然是人咯，然后主要是人脸，然后再来是人的身体，最后才是物品。那我一开始以为这个功能一定要用到 LiDAR 吧，因为它要感测那个距离啊，结果没有因为这个功能在13跟 mini 上面都有，不过13跟 mini 只能用广角拍这个功能，然后在 Pro 系列的话呢，长焦镜头也可以使用这个电影级模式录影。那现在呢，其实也还是有一些限制，像是超广角镜头就不能使用啊，或者它最高只能拍到1080p， 然后30 frame。那它有一些弱点，像是在复杂边缘的部分呢，会跟之前的人像模式一样，它没有办法计算出就是发丝的这个边界啊，或者是一些复杂边缘的那种边界。那这次呢13 Pro Max 整体用下来，我觉得它有几个很明显的进步。第一个就是续航力嘛，终于进步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相机的部分，像是超广角啊，或者电影级模式，我觉得都非常好用。那自己在电影级的部分呢，现在就有点像是当初的人像模式，在边缘的部分还是没有办法计算非常清楚。希望未来呢，他们可以在这部分更进步咯。那我们今天呢13 Pro Max 开箱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还有任何疑问或者希望我评测的部分的话呢，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哦。我是苹果妹，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